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字不是很熟悉，我们先认识一下“盹”这个字念“盹”，它在汉语里的字面意思是整个、整数的意思。不过它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我们要把它和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用，石屎盹。石屎这个词在广东一带用的比较多，它的意思是沙石混凝土，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混凝土墩的意思。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沙石混凝土墩石屎盹开始。2011年8月8日，澳门警方接到一个报警电话，电话是澳门黑沙环东北大马路百利新村地下一间电单车铺的新老板打来的。为什么说他是新老板呢？因为他也是刚刚从前面的老板手里接下来的店铺。这个吴姓的老板报警称，他发现2楼卫生间的石屎盹里传出恶臭，墙壁还渗出血水。澳门警方速感不妙，立即出警。等消防员到场以电钻破开这个盹后，闷热的天气之下，尸身严重腐烂，司警及消防人员需要戴上防毒面罩以及防护衣继续才能调查。当警方把这个盹全部打开的时候，恐怖的一幕出现了。警方一共发现了5个垃圾袋，分别装有死者的手掌和手臂，小腿连着脚掌，上身连着肩膀，下身连着大腿，以及2只小腿，唯独缺了头颅和1只手掌。也就是说，这是一具缺了头和1只手掌的碎尸案。那么这个被碎尸后封在石屎盹里的尸体是谁？为什么有人带走了他的1只手掌和头颅？这个手掌和头颅现在又在何方？杀害死者的真凶到底是谁？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起澳门黑沙环石屎盹碎尸案。查案3连马上开始。澳门又被称之为濠江，濠江是南海水系河流，从广澳湾入南海，与澳门联系密切，故以濠江代指澳门。上世纪90年代，澳门黑道纵行，帮派之争常见于街头，和香港古惑仔的电影很相似。一个深夜，人称濠江一哥的黑帮大佬崩居的黑帮组织14K 与另一黑帮头目争夺赌场地盘，发生连场火拼。这几场争斗中，有一个年轻人被黑道大佬崩居特别关注到，他就是时年只有15、16岁的辉仔。阿辉快飙电单车以及好勇斗狠，被帮会一名头目选入了行动组当刀手，专门冲锋陷阵。阿辉的性格很自傲，每次出动都要争夺第一，事后总会眉飞色舞地大讲如何狙击敌人，甚至拿起牛肉刀重演批友的过程，故又被同盟称为丧辉。帮派里的老人回忆说，阿辉刚出道的时候本来叫阿木，他嫌太老土，素自行改名。跟随崩居一段时间以后，阿辉既以骄人成绩上位，手底下的人最多的时候达到10几个。但就从崩居出事以后，麾下大将不是被捕便要走佬，这个时候的辉仔也被迫变得更为低调，在黑沙环民安新村开设电单车维修行，数年前再搬到了案发现场的马场大马路百利新村地铺。我相信故事讲到这里，大家想必也都听出来了，这个辉仔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但现实事件的发展似乎远比电影来得精彩。这个时候的阿辉虽然放下了屠刀，但并未改邪归正，表面经营车行，暗地里却经营外围波和网上的百家乐等不法勾当，并经常招来昔日手下，以车行为基地收波揽和聚众饮酒赌博，车行内每天乌烟瘴气。澳门警方调查后，经过 DNA 比对证实，惨遭分尸7段的死者是已经失踪超过半年的叠马仔蔡国明，时年52岁。说起死者蔡国明，江湖人称明叔。根据澳门警方对帮派中的知情人调查显示，他比阿辉更早加入14K，一向以捞赌和做叠马仔为业。由于他嗜酒成性，在阿辉门生的介绍下，不时的就到车行饮酒作乐。阿辉深知明叔是纵横赌圈多年的同门兄弟，便放下大佬的架子，努力拉拢关系，希望透过明叔的人脉关系扩充网上百家乐生意。刚开始的时候，阿辉对明叔非常的尊敬，经常购买高档洋酒供其响应，又邀请他协助介绍赌客。明叔见对方热情招待，
而且每次引荐客人以后，赌客每输10万元，明叔便可以从中抽取15000元的回佣，利益不少，便也就一口答应了。得到明叔的加盟，阿辉的外围生意越做越大，财源滚滚。每逢周一到周四外围集团交数日，更会特别款待前来收佣的明叔，让他不醉不归。但是好景不长，双方合作不足1年，阿辉的骄横个性再次浮现，对明叔的态度亦由原来的谦卑变成了放肆，多次当着帮派门生的面前就说对方吞钵过时了，并指明叔能够赚得丰厚的佣金全是他的代妾。虽然阿辉一边讲一边笑，但明叔是老叔父，被后辈一再奚落，难免心中有气，双方关系逐渐疏离，由好友变成了纯粹的生意拍档。2001年初，阿辉一次大起大落的博彩经历，更成为两人决裂的导火线。当日阿辉从外围集团分到10几万的花红，便要明叔带往相熟的贵宾厅博彩，结果他鸿运当头，大杀四方，数日间净赢近1000万，明叔代为转码亦赚到近100万。不过运气说来就来，同样说走就走。企图乘胜追击的阿辉，在随后2个星期，不但把赢得的金钱全部输光，连同本应上交外围集团的波揽数以及向明叔相借的款项全部赔了进去，合计多达300多万元。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暴起暴跌，令阿辉深受打击，变得神情呆滞，经常半天不说一句话。而为还清外围集团的欠款，他想尽办法，甚至克扣门生的回佣。众人见他江河日下，纷纷离他而去。阿辉虽然搞定了外围公司的欠款，却无力偿还欠明叔近200万元。明叔也一改过去忍让的态度，2、3天便到车行追债一次，且态度越来越强硬，更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阿辉的额头进行辱骂。2011年1月17日，活跃赌场的叠马仔蔡国明离奇失踪。失踪前，他告诉家人自己去黑沙环办点事，却一去不返。家人四处寻找不果，诉报警求助。相信他当日再到车行追债时，被债仔施毒手杀害了，且分尸7段。位于澳门黑沙环东北大马路百利新村地下的一间商铺，是一家电单车行。据相邻14的店主表示，肇事铺位的上手租客阿木也是经营车房，约1个月前约满迁走。新租客武先生于10天前迁入后表现兴奋，常与街坊搭讪，但多次表示车房传出恶臭，当时怀疑是墙壁污水渠漏水。与其相邻的另一家士多店的王博说，他曾进入藏尸店铺协助查找臭味来源，而吴先生也曾找过通渠师傅检查，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但注意到他家的阁楼厕所与其他家有所不同，里面多出一个1米高的石屎柱，但当时也没有多想。新租客吴先生发现厕所墙壁渗出血水，恶臭越来越烈，于是报警。澳门警方赶到后，怀疑石室内有尸臭味传出，于是封锁现场街道，招来消防协助。消防员以电钻将石屎凿开，发现该石屎柱由水泥和砖砌成，外观是一个1米乘1米的正方形，外层水泥厚达2尺。消防员破关期间，惊讶地发现有一个装着死者的手臂及残肢的垃圾袋跌出，在场众人都被惊吓到。打开石屎墩后，就出现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述的那个恐怖场景。由于尸身严重腐烂，闷热天气下尸臭远传至街外，司警及消防人员需要戴上防毒面具以及保护衣继续才能调查。经警方清点盘算后，共发现了5个垃圾袋，分别装有死者的手掌和手臂、小腿连着脚掌，上身连着肩膀，下身连着大腿，以及2只小腿，唯有欠缺了头颅和1只手掌，场面相当的恐怖。根据警方的披露，死者遇害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尸体迟迟没有被发现，原来是有人用尽心思将尸体密封在2尺厚的石屎墩内，让自己在潜逃前有足够的时间为妻儿筹措安家费用。在碎尸藏在车行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被察觉。按照常理说，
澳门的天气5、6月份就已经开始很热了，尸体不出1个月就应该有很严重的异味传出。期间，毗邻士多店的老板还曾参与检查藏尸石狮墩，仍没有觉察出异样，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凶手已经把阁楼变成了一个冷冻室，大大减慢了尸体腐烂的速度。藏尸的阁楼只有约200尺，却装有2部冷气机，右边的冷气机更是相当的新。据澳门警方介绍，不排除是凶手杀人后加装，用以冷藏尸体。加装2部冷气机以后，房间的温度可以保持在摄氏20度以下，减慢了尸体腐烂的速度。案发后，嫌疑人并没有马上潜逃，而是继续经营车行。周围的邻居感觉他是为筹措逃亡费用，以及为妻子和一对年幼的儿女安家的费用。近半年来，辉仔仍透过余下数名门生收外围，更冒险接受其他的外围公司的投注，尽量掠水，且廉价出租公司的二手车和零件。上月底将车行转给吴先生，才一走了之。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潜行狙击》的情节与这个案件非常的相似。饰演公司的刘松仁根据用电量突然暴升的线索，找到杀手开大冷气的藏尸地点。接手经营车行的吴先生关掉冷气后，尸体迅速腐烂，案件也随之曝光。2011年8月11日，澳门警方经 DNA 化验证实死者是失踪半年的蔡国明，但其头颅以及手臂连同手掌仍未寻回。而司警调查后，相信阿辉已经逃往东南亚。网络上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确认阿辉归案，有消息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处留言确认。值得一提的是，距离本案约10分钟步程的黑沙环关闸马路，案发30年前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八仙饭店碎尸案，受害人更多达10个。饭店原地址已经改建为奇观新村，相信关注过此案的朋友会有印象。至于为什么凶手要拿走死者的头颅和一只手掌，随着凶手的潜逃，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朋友们，你们觉得呢？以上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咱们评论区再见，平安喜乐。